曾救人無數的傳奇聖女重病離世，本以為死後能獲得永恆安息，卻在推開大門後捲入神秘儀式。大家焦急地守在床前，祈禱昏迷的老師能快點醒來。聽到老師微弱的呼喚，以諾連忙上前回應，緊緊握住老師的手。聽到對方低聲喊痛，想到老師平日照顧病人從不喊累，以諾急得眼淚直流，追問到底是哪裡不舒服。不料格蕾絲輕描淡寫地表示，其實是耳朵被他吵得發痛。格蕾絲接着抱怨，讓他別再哭，得自己頭疼。以諾連忙收住眼淚，連聲答應。隨後格蕾絲詢問起凱內爾的情況，以諾推了推眼鏡，顯得有些猶豫。波斯領地距離這裡相當遙遠，對方現在應該接到了消息，若告知得太晚，只怕會讓他更加難過。躺在床上的格蕾絲看向窗外，他心裡清楚，凱內爾當初拼命去取容的心臟，正是為了救自己的性命。考慮到當下的危險，他特別叮囑以諾，如果到時候追兵真的趕來，讓他們立刻逃跑。以諾感到難以置信，凱內爾大人怎麼可能輕易罷休？話還沒說完，房門就被猛地砸開，一路風塵僕僕的凱內爾出現在門口，低聲喚着格蕾絲的名字。格蕾絲完全沒有想到，他竟能從北方趕得如此迅速，甚至一路上擊退了大量阻攔的法師。隨後凱內爾沉聲讓所有人先退出去，以諾等人連忙應聲離開。所有人離開之後，凱內爾緩緩走到床前，看着虛弱的格蕾絲。格蕾絲平靜地說了聲歡迎，凱內爾這才徹底明白，他此前一直阻止自己過來，就是不想讓他看到這副衰弱的模樣。他咬牙發誓一定會想辦法救他。格蕾絲卻輕輕拉住他的衣角，問他是否忘了自己的身份。格蕾絲看着眼前的凱內爾，質問連自己都無法醫治的絕症，世上還有誰能治得好？作為埃利西亞家族的家主，他曾憑高超醫術救人無數，帶領家族重回巔峰。然而看着如此虛弱的格蕾絲，凱內爾深深埋下頭，緊緊握住了他的手。凱內爾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難道自己只能眼睜睜看着一切發生？格蕾絲輕撫着他的手，微笑着說，自己一直很想看他哭一次。格蕾絲漸漸感到疲憊，此刻只想好好休息。面對凱內爾失控的阻攔，他輕聲喚着對方的名字，叮囑自己不在時不要惹麻煩，不要跟阿爾蒂打架，更不要讓自己生病。1213年10月18日，這位被世人尊為聖女又被稱為惡魔的女子離開了人世。然而當她再次睜開眼，卻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片陌生的暗處。她心中充滿疑惑，自己明明已經死在房間裡，為何還會重新醒來？映入眼簾的是一條漫長的階梯，她猜想這裡或許就是通往死後世界的道路。階梯盡頭等待她的，應該就是永恆的安息。他赤着雙腳，一步步朝階梯上方走去。生前的劇痛已經完全消失，他心裡不再感到害怕，反而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平靜。沿着階梯走到盡頭，眼前出現了一扇巨大的木門。格蕾絲伸手推開大門，門後立刻傳來陣陣哭聲。房間中央竟然跪着一個陌生女人。看到眼前這一幕，格蕾絲心中滿是困惑。倘若這裡真的是死後的世界，眼前的一切未免有些太奇怪了。門後竟然是一間臥室，地上還丟着一只髒兮兮的熊玩偶。那個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斷哭泣，絕望地向他發出求救。格蕾絲冷眼看着這一切，沒想到自己即便死了，依然逃不開這種哭喊與哀求。他這一生見過太多苦苦哀求的人，曾經無數人向他伸手尋求拯救，而他早就厭倦了被別人的絕望動搖，更不想再去承擔別人的痛苦。格蕾絲不想理會對方的求助，只想好好休息，於是伸手握住門把準備離開。可還沒等他走出房間，那個女人卻突然伸手死死拽住了他的手。下一秒，一道耀眼的強光陡然炸開，眼前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十分震驚，而那個女人卻在強光之中不斷向他說着對不起。對方不僅一直在道歉，還不斷向他表達感謝。格蕾絲完全听不懂對方的意思，正準備開口詢問，意識卻迅速模糊了下去，耳邊隱約傳來焦急的呼喚，催促着他快點睜開眼睛。等他再次睜開眼，卻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張大床上，身邊還圍着幾個人，正萬分焦急地詢問他的情況。面對眼前這群陌生人和陌生的房間，格蕾絲滿心困惑。就在這時，他注意到角落裡有一只熊玩偶，這正是剛才那個女人身邊的東西。顧不上周圍人的呼喊，格蕾絲立刻下床衝到了鏡子前，看着鏡子裡那張臉，她震驚地發現自己現在的這張臉居然就是剛才向她求救的那個女人。格蕾絲瞬間認出了对方的身份，眼前這個人正是剛才那個一直在向她哭訴的愛哭鬼。醒來之後，她花了整整1天時間才徹底弄清眼前的狀況。經過一整晚的折騰，她不得不接受這個離奇現實，自己竟在一個陌生女人體內重新活了過來。回想起此前在黑暗中看到的那個背影，他終於徹底確定自己真的附身到了對方身上。看着這副人畜無害的外表，他心裡越想越氣，自己明明早已安詳離世，憑什麼偏要被扯回這個世界？這具身體的主人叫賽蕾絲，17歲那年，她還是男爵家無憂無慮的大小姐，過着令人羨慕的貴族生活。然而隨着父母在一場意外中離世，整個家族迅速走向衰敗。不知道是因為承擔不起家主的重擔，還是落入了別人的陰謀算計，賽蕾絲最終選擇服毒結束了生命。清脆的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緒。女僕傑伊端着飯菜走進房間，見賽蕾絲沒有在床上躺着休息，立馬在旁邊開啟了嘮叨模式。傑伊順勢拆穿旁邊的安東尼安，說他此前守在床前寸步不離。安東尼安急忙出聲否認，耳邊兩個人吵個不停。賽蕾絲直接叫他們要吵就出去吵。赛蕾絲看着眼前吵鬧的二人，雖然貴為男爵府的成員，這兩人倒是挺有活力，但一看到房間裡
破舊不堪的家具和端上來那乾瘪的面包與清湯，他一眼就能看出來塞蕾絲在這個家裡過得有多慘。面對簡陋的飯菜，女僕傑伊有些尷尬的解釋，廚娘威脅說再多給也沒有了，自己甚至把配给的面包也湊了進來。得知這個家已經落魄至此，塞蕾絲再無胃口，徑直起身離開了房間。安東尼安見狀，急忙追問他要去哪，提醒他剛才傑伊還讓他多休息。可塞蕾絲根本不想多做解釋，只留下一句沒必要知道，便徑直推門離去。看着關上的房門，傑伊調侃安東尼安明明很關心姐姐，卻總是嘴硬心軟。背出中心思的安東尼安出聲辯解，傑伊也不再多說，準備去洗衣服，順便提醒他該去學習了。這時安東尼安突然看向窗台，傑伊本想去換掉早已枯萎的花朵，卻發現花瓶裡的花神奇地重新綻放了。離開房間後，塞蕾絲獨自走在庭院裡，醒在陌生人的身體裡本就離奇，沒想到如今的時間竟然已經是整整300年後。他忍不住開始思索自己當年傾盡全力建立的埃利西亞伯爵領，不知道如今是否還存在。至於當年常在身邊服侍的助手以諾以及他的那些弟子們，恐怕也早已作古。不僅是以諾，還有好友阿爾蒂以及凱內爾，曾經並肩同行的人和親力建立的一切，如今都已化為歷史的塵埃。塞蕾絲走在庭院深處，忍不住產生懷疑，自己當年拼盡全力到底是為了什麼？還沒等他深入思索，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怒罵，竟然有人把夫人的衣服扔在了泥地上。塞蕾絲循聲看去，發現被責難的人竟然是侍女傑伊。傑伊因為木桶太重不小心摔倒，連忙向周圍人開口道歉，表示會立刻把衣服清洗乾淨。可旁邊的幾名僕人卻借題發揮，嘲諷他把自己當成了嬌貴的大小姐。塞蕾絲瞬間看清了局勢，這群人顯然是姑母阿格尼手下的僕人。自從男爵夫婦去世後，阿格尼便一直在家中以女主人自居。為了不惹麻煩，塞蕾絲本打算轉身離開，可僕人們卻還在變本加厲地刁難傑伊。僕人們的嘲諷聲不斷傳來，暗諷傑伊跟錯了主人。塞蕾絲突然停下腳步，這才意識到這群人居然是在指桑罵槐地貶低自己。僕人們越說越過分，罵塞蕾絲是個無能的寄生蟲，甚至聲稱他當初就該直接死掉。倒在地上的傑伊再也聽不下去，顧不上自己的處境，大聲呵斥僕人們不許這樣侮辱小姐。面對傑伊的反抗，僕人惱羞成怒，揚起手就要狠狠扇下去。沒想到下一秒，一桶洗拖把的髒水瞬間潑了過來，刁難傑伊的僕人們被淋了個透心涼，滿身都是刺鼻惡臭，氣得在原地尖叫發瘋。傑伊吃驚地抬頭看去，萬萬沒想到，出手教訓這群人的竟然是自家的小姐塞蕾絲。面對滿身髒水、狼狽不堪的僕人，塞蕾絲只是看着木桶，隨口說了句：“難道水不夠嗎？”被淋透的僕人氣得渾身發抖，尖叫着質問他到底在幹什麼。塞蕾絲語氣平靜，直言既然大家都說他是寄生蟲，那他幫侍女傑伊分擔家務也是應該的，甚至打算順便把僕人們身上的衣服也洗了。僕人們氣得大叫：“開什麼玩笑！”塞蕾絲扔下手中的木桶，頭也不回地徑直往前走，留下一句：“穿着衣服洗不是正好？”塞蕾絲順勢反問：“既然穿着衣服洗不方便，那就把身上的衣服全脫了。”僕人們聽到這話，頓時愣在原地。塞蕾絲嘴角微微上揚，語氣冰冷地再次下達命令，讓他們立刻把衣服全部脫光。塞蕾絲眼神冰冷，見面前的僕人立刻把衣服全部脫下。面對這般強硬的態度，旁邊的傑伊被嚇得不敢說話，僕人們更是手足無措。見眾人遲遲不敢動彈，塞蕾絲再次出聲逼迫，僕人們徹底被他的氣場嚇破了膽，連忙下跪求饒，聲稱衣服他們自己會洗。見這群僕人徹底服軟，塞蕾絲順勢順走傑伊手中的衣籃，一把塞進僕人懷裡。既然他們這麼喜歡洗衣服，那就順便把這一籃也解決了。交代完這句，塞蕾絲便帶着傑伊徑直離開，只留下一眾僕人在身後發愣。他們看着塞蕾絲遠去的背影，忍不住竊竊私語，懷疑他服毒醒來之後是不是腦子出了問題。僕人們剛準備動手清洗，卻發現籃裡的裙子異常破舊，還沒等反應過來，整件衣服竟直接化為了灰燼，現場頓時響起一片尖叫。另一邊，安東尼安風風火火地闖進房間，焦急地質問塞蕾絲是不是真的毀了姑母的裙子，到底為什麼要幹這種事。面對弟弟的質問，塞蕾絲不僅沒有慌張，反而悠閒地端起茶杯，微笑着示意他靠近。安東尼安見他如此從容，忍不住追問他打算怎麼向姑母交代。塞蕾絲卻突然上手捏住他的臉頰，數落他進門前連門都不敲。安東尼安揉着被捏痛的臉，指責姐姐最近舉止太反常，抗議別再拿他當小孩。塞蕾絲靜靜抿了一口茶，弟弟氣急敗壞的模樣讓他不禁回想起從前逗弄好友阿爾蒂的時光。那時他總愛打趣阿爾蒂，問他什麼時候才能長得比自己高。阿爾蒂每次都會氣得大喊不許再叫他小孩。收回思緒，安東尼安向傑伊打聽姐姐是不是真的撕碎了姑母的裙子。傑伊也覺得納悶，明明自己剛才看的時候還完好無損。面對兩人的疑惑，塞蕾絲只是平靜的抿茶，微笑着表示自己並不清楚。其實這正是因為他雖然換了這具身體，卻依然保留着前世格蕾絲的能力，那就是將時間倒流。前世的格蕾絲擁有能隨意掌控時間的力量，正因如此才會被世人尊為聖女。可越是強大的力量，使用起來的代價就越大。倒流小花小物的時間尚算輕鬆，要想逆轉更大的事物卻極其艱難。即便強如聖女，在身患不治之症時，唯獨無法倒流自己身體的時間。回到現實，安東尼安聽完也覺得姐姐絕不可能做出那種破壞裙子的事。傑伊依然擔心塞蕾絲會因此受罰，塞蕾絲只是輕聲安慰他別放在心上。
算算時間，那邊也該有些動作了。他倒是很期待對方接下來的反應。另一邊的房間裡，清脆的巴掌聲骤然響起。姑母阿格尼看着被毁掉的寶貝裙子，氣得當場動手掌掴侍女，大發雷霆。侍女急忙出聲辯解，稱這全是塞蕾絲幹的。雖然不知對方用了什麼手段，但裙子確實是在潑水後損壞的。可阿格尼根本不相信，在他眼裡，塞蕾絲向來膽小懦弱，絕不可能有這種膽量。他只認定是侍女在找荒唐的借口。窗外雨聲漸起，一場大雨打破了平靜，過去的回憶也隨之浮現。在大雨滂沱的葬禮上，旁人紛紛議論着失去雙親的塞蕾絲和安東尼安。就在姐弟倆無依無靠時，一身黑衣的阿格尼撐着伞走上前，偽善地表示以後由他來照顧兩人。從此以後，整個家族的大權徹底落入阿格尼手中。只要事情辦得不順心，他就會把所有責任全部推到塞蕾絲身上。多年來，他一邊偽善安撫，一邊肆無忌惮地训斥，早已把姐弟倆收拾得畢恭畢敬，連抬頭看他的勇氣都沒有。雖然他根本不相信膽小的塞蕾絲敢對侍女動手，但為了保險起見，他還是吩咐侍女立刻把塞蕾絲叫來。看着手裡的信件，他嘴角微微上揚，正好手裡也有要轉交的東西。這件事倒是越來越有趣了。他端坐在梳妝台前，手裡拿着那封帶火漆的信，靜靜等待着塞蕾絲的到來。傑伊擔心塞蕾絲會出事，安東尼安也同樣坐立不安，畢竟毀掉的都是姑母最喜歡的衣服，這一關恐怕沒那麼容易輕易過去。安東尼安覺得絕對不能再坐以待斃，他突然轉身，直接衝出了房間，任憑身後的傑伊如何高聲呼喊，他也完全顧不上去理會了，一路徑直朝遠處的房間跑去。塞蕾絲獨自來到了姑母的房間，對方不僅沒有因為裙子的事情發火，反而反常的主動關心起她的身體，甚至還親自倒好了茶水來招待。面對這番虛情假意的關照，塞蕾絲根本就不打算買賬，他直接開口打斷了對方的表演，開門見山問對方到底有什麼打算，直言被特意叫過來絕不僅是為了喝茶。塞蕾絲神色從容不迫，面對如此直白的反問，阿格尼一時之間有些愣在原地。眼前這個鎮定自若的女孩，和過去連看都不敢看自己的軟弱模樣，簡直是判若兩人。看來僕人們匯報的並沒有錯，塞蕾絲的態度確實徹底變了。阿格尼順勢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推過來一封帶有封謎印章的信件，稱這是剛剛從療養院寄回來的。塞蕾絲看着桌面上的信件，明白這才是今天談話的重頭戲。只聽阿格尼接着輕聲透露，沃爾德又一次突然倒下了。阿格尼長嘆了一口氣，提起塞蕾絲那個可憐的妹妹尤利亞。聽到這個名字，塞蕾絲瞬間愣住。除了眼前的弟弟安東尼安，難道原主竟然還有別的同胞妹妹？看來事前調查顯然漏掉了關鍵信息。阿格尼繼續假裝抹淚長嘆，抱怨尤利亞的病情遲遲不見好轉，隨信還附上了最新的治療費用明細。塞蕾絲本想通過藥方推斷具體病情，可當他看清信上的具體內容時，卻被眼前驚人的數字徹底震驚。那上面開出的藥物開銷居然高達整整1億天價。阿格尼邊喝茶邊無奈表示，所有資產早就抵押給了高利貸，眼下家中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變賣。隨後他順勢提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建議把戴拉街1號的那家老店賣掉。塞蕾絲聽完心中略感意外，而一直躲在門外偷聽的安東尼安聽到要賣掉店鋪，頓時大驚失色。他再也顧不上隱瞞自己的行蹤，猛地推開大門，大聲叫停。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冒犯，阿格尼立刻冷聲呵斥安東尼安毫無禮貌。安東尼安雖然心中有些發慌，但還是咬牙表示那家店鋪絕對不能賣，因為那是父母生前反覆強調無論如何都要誓死守護好的地方。阿格尼聞言重重地撂下了茶杯，眼神瞬間變得無比冰冷，直言如果不賣掉那家店鋪，妹妹天價的醫藥費又要怎麼解決？面對這句致命的逼問，安東尼安一時語塞，答不上來，只能辯解接下來會和塞蕾絲商量。阿格尼冷笑一聲，嘆了口氣，緩緩從沙發上站起身來。阿格尼步步緊逼向前走去，質問兩個小孩究竟能商量出什麼辦法。要是耽誤治療，導致妹妹病情惡化，難道他是想眼睜睜看着妹妹去死嗎？這頂沉重的帽子砸下來，嚇得安東尼安慌忙搖頭，連聲否認。阿格尼見狀，順勢將責任全甩了出去，直言要不是塞蕾絲沒管好領地，局面根本就不會惡化成這樣。一直在旁冷眼旁觀的塞蕾絲，此時直接冷聲開口反擊，指責姑母的手段未免太卑鄙了。沒料到向來軟弱的塞蕾絲敢當面回嘴，阿格尼整個人瞬間徹底愣在當場。安東尼安再也壓制不住內心的怒火，當場向阿格尼大聲控訴着當年真相。當初要不是因為借不到錢救妹妹，把所有債務全砸在塞蕾絲身上的，分明就是姑母你自己。面对指責，阿格尼還想辯解自己當時只是提供建議，最終做出決定的人明明是塞蕾絲。可話還沒說完，就被安東尼安當場怒吼着再次打斷，分明是姑母逼得塞蕾絲走投無路，姐姐才會被迫落到如今這般地步，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全都是因為你。被當場戳破偽善的阿格尼惱羞成怒，指責自己平日裡對他們過於寬容，才養出了兩個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話音未落，他掄起手中的折扇就朝安東尼安抽去。就在安東尼安避无可避的危險關頭，塞蕾絲閃身上前擋在了前方，一把死死扣住了阿格尼揮來的手腕。他看着臉色大變的阿格尼，語氣冷冰冰地告誡對方，動起手來未免有些太不克制了。手腕上傳來的劇烈痛感讓阿格尼忍不住尖叫着喊出聲來，手裡的折扇也重重掉落在地上，整只手臂瞬間失去了所有知覺。
塞蕾斯雖然語氣聽起來十分平靜，口中也只是淡淡的說着抱歉，手上的力道卻完全沒有鬆開的意思。他直言自己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最討厭的就是別人隨便碰他的東西。面對怒斥，塞蕾斯這才鬆手，假裝抱歉，表示自己用力過猛。阿格妮捂着劇痛的手腕，清楚對方是故意暗中痛穴。塞蕾斯要求給點時間商量，暴怒的阿格妮斷然拒絕。塞蕾斯平靜反問，要是不同意，店鋪乾脆就不賣了。塞蕾斯順勢表示自己需要時間考慮賣店。一旁的安東尼安聽得目瞪口呆。回到房間，安東尼安急切質問姐姐剛才為何對阿格妮妥協。塞蕾斯沒理會，直接在屋內翻箱倒櫃，在抽屜裡找到了借款合同。可看清內容後，他的臉色徹底變了。合同標注的年利率竟高達135%，塞蕾斯不敢相信原主會簽下這種霸王條款。眼下局勢遠比預想更糟。塞蕾斯借口醒來後記憶模糊，向安東尼安打聽店鋪的來歷。安東尼安解釋，店鋪位於繁華的戴拉街1號，名叫腳步停歇之處，只賣一種平價燉菜，是傭兵們的避難所。這家店由家族第1代家主創立，留有絕不能消失的遺言，家族代代精心守護。可3年前父母離世，妹妹尤利亞突患怪病，聽從阿格妮建議送去療養院後，天價醫藥費堆積如山，他們賣掉資產，只剩宅邸和店鋪，不賣店，連宅子都會被收走。安東尼安急着強調不能動宅子，可若店鋪繼續沒有收益，下個月費用根本難以為繼。看着獨自支撐的安東尼安，塞蕾斯知道這孩子承受太多，自己雖然討厭麻煩，但眼下已別無選擇。他調侃小孩心思多，安東尼安立刻強調自己已12歲。塞蕾斯摸摸他的頭，讓他退到一邊，難題交給自己解決。塞蕾斯笑着勸他回房睡午覺，一路將抗議的安東尼安推到門外。塞蕾斯表示，當務之急是見可憐的妹妹尤利亞。房門合上，安東尼安抱怨姐姐擺架子。安東尼安突然反應過來，去古爾村療養院起碼要走1個月，且姐姐病也沒好全。他推門提醒，卻發現屋內早已空無一人，塞蕾斯憑空消失了。此時遠在千里之外的古爾村療養院，僕人送完肉食在走廊閒聊，年輕女僕嘀咕送去的是廢料肉食。管事女僕朱莉立刻捂住她的嘴，警告對外統一稱用頂級食材。朱莉追問最後一間房的孩子吃了沒有，得知沒看着吃完，生氣地拉着年輕女僕前往病房。2人來到病房門前，年輕女僕不解為何非要親眼看着吃，朱莉讓她聽吩咐照做。朱莉推门準備詢問，卻被屋裡情景鎮在原地。塞蕾斯憑空出現，正端着餐盤照顧躺在床上的尤利亞，還抬手示意安靜。2名女僕警惕地質問對方身份。前任塔主阿蒂亞笑着送上生日禮物，他展示出一個懸浮在空中的黑色空槍，聲稱這是獨一無二的寶物。格蕾斯看着眼前像黑洞一樣的入口，有些懷疑這就是所謂的禮物。阿蒂亞解釋說，這叫做亞空間，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頂級私人金庫，他直接與格蕾斯的靈魂綁定，只要活着就能隨時開啟。阿蒂亞還特別補充，自己在裡面加了保存魔法，連容易變質的草藥放進去都不會壞。格蕾斯好奇地打量着空間入口，打聽這裡面究竟能裝多少東西。阿蒂亞十分自信地表示，既然是塔主親自出手，容納空間當然沒有上限。格蕾斯從亞空間裡掏出了一卷神秘卷軸，阿蒂亞笑着坦言，這才是他準備的真正重頭戲。這是一張傳送卷軸，只要將其撕碎並想向目的地，就能瞬間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當年格蕾斯還開玩笑說想去找人試試，阿蒂亞連聲阻止，囑咐他一定要留在未來的關鍵時刻使用。恐怕阿蒂亞自己也沒想到，這個關鍵時刻竟是在300年後。塞蕾斯手握卷軸，直接下達指令，傳送前往尤利亞所在的古爾村。傳送光芒散去，塞蕾斯順利抵達了目的地。看着床上昏睡的尤利亞，不得不佩服阿蒂亞當年留下的卷軸，放了這麼久，居然還能正常使用。塞蕾斯注意到一旁送來的餐飯，療養院竟只給長身體的孩子準備了稀湯。可當他湊近仔細觀察，卻猛然察覺這湯裡的食材大有問題。還沒等塞蕾斯查明真相，房門突然被猛地推開，前來巡查的女僕正好撞見了憑空出現的塞蕾斯。塞蕾斯根本沒理會質問，反而看着手裡的殘渣冷笑，收了那麼高額的醫藥費，竟給病人吃這種劣質食物。女僕見狀厲聲強調，病房嚴禁外人進入。塞蕾斯端着餐盤轉過身，直接亮明身份，強調自己是尤利亞的姐姐。隨後，療養院負責人阿諾德找到塞蕾斯，放下手中的茶杯，打聽他為何未做通知就突然造訪，還要提出由自己來擔任尤利亞的監護人。阿諾德看着塞蕾斯手中的餐盤，打聽他為何一直不肯放下。塞蕾絲毫不避諱地表示，自己手裡拿的正是證據。阿諾德聞言有些慌張，連忙辯解這只是個誤會，強調尤利亞現在只能吃流食。塞蕾斯直接提到收到的賬單，質問這份天價食譜究竟是不是由他親自開出來的。阿諾德不僅沒有退縮，反而自豪地承認，強調自己曾是帝國名醫的學生，這處方敵卻由他一手負責。塞蕾斯要求他詳細說明尤利亞的具體病情，阿諾德坦言目前確切原因不明，孩子只是頻繁暈厥，陷入長時間昏睡。塞蕾斯聽後接着質問，湯裡為何要加入埃爾皮亞葉？阿諾德支支吾吾地解釋，說是為了給孩子退燒。
塞蕾斯追問那德利亞跟又是做什麼的，阿諾德神色慌張，只能含糊推測是為了補充體力。塞蕾斯冷聲質問自己開的方子，竟連功效都不清楚。緊接着又質問布羅斯果的作用，阿諾德抹着汗辯稱是為了止血。塞蕾斯緊接着又點出了埃爾喬葉，塞蕾斯直接拆穿埃爾喬葉是用來止血的，而布羅斯果卻是促進血液循環的。把這兩樣藥材混在一起，究竟能起到什麼效果？阿諾德被問得支支吾吾，根本答不上來。塞蕾斯端着餐盘徑直走到他面前，冷聲嘲諷道：“真想見見教他醫術的老師，能教出這麼一個毫無常識的貨色。”阿諾德被說得惱羞成怒，大聲辯稱不知道有多少病人靠他的處方恢復了健康。面對他的硬撐，塞蕾斯重重得把餐盤拍在桌上，嚇得阿諾德當場失聲驚叫。塞蕾斯直接戳破真相，指出這些藥材混在一起就會變成毒藥。阿諾德頓時慌了神，連忙辯稱這只是滋補的藥湯。塞蕾斯順勢提出，既然問心無愧，那就當場把整碗湯全部喝下去。面對塞蕾斯的逼問，阿諾德遲遲不敢動彈。塞蕾斯冷聲催促他趕緊喝。阿諾德被逼得惱羞成怒，大罵塞蕾斯不過是個下等貴族。為了證明沒毒，他硬着頭皮伸手抓向了餐盤。阿諾德為了證明清白，硬着頭皮連喝了好幾口。塞蕾斯看着他，冷冷地提醒：這些藥草女人喝了只會體力衰竭，陷入昏睡，可要是換成男人喝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條。聽完這番話，阿諾德嚇得連忙把湯吐了出來，慌亂中更是徹底說漏了嘴，失聲指責這湯裡有毒。塞蕾斯順勢反問他剛才說的有毒是什麼意思？阿諾德意識到自己徹底說漏了嘴，連忙試圖打哈哈掩飾過去。塞蕾斯根本不給他辯解的機會，直接逼他把剩下的湯全部喝光，甚至威脅要親自動手灌下去，嚇得阿諾德拼命搖頭不敢動彈。面對這徹底敗露的局勢，塞蕾斯剛打算繼續追問，卻突然注意到阿諾德手上閃爍的寶石戒指。看着那枚特殊的戒指，塞蕾斯頓時恍然大悟，反倒順手把餐盤放回了桌上。塞蕾斯湊到阿諾德面前，直接開門見山地質問他跟自己的姑母究竟是什麼關係。面對塞蕾斯的質問，阿諾德還在試圖裝傻掩飾，塞蕾斯直接警告他別再裝蒜。他當面指出阿諾德戴的戒指和自己姑母的那枚一模一樣。阿諾德慌忙遮擋手上的戒指，硬撐着辯解說這只是巧合。塞蕾斯接着透露自己的姑父一直在懷疑姑母在外面有了外遇。塞蕾斯順着話頭繼續恐嚇，說姑父一旦抓到那個奸夫，不僅要親手砍了他的腦袋，甚至連殺手都已經雇好了。阿諾德被嚇得當場愣住，塞蕾斯卻突然笑了出來，坦言剛才那些話全是編的，自己根本不認識姑母的丈夫。還沒等阿諾德鬆一口氣，塞蕾斯重新端起了餐盤，提議把這份證據直接交給警衛隊。聽說要去找警衛隊，阿諾德嚇得連忙阻止，拼命辯解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塞蕾斯根本不吃他這一套，只讓他留着這些話去對警衛隊解釋。塞蕾斯直接向阿諾德攤牌，通知他自己隨後就會帶走尤利亞。不過在那之前，他要和阿諾德好好談談。處理完阿諾德之後，塞蕾斯敲響了姑母的房門，得到許可推門而入。阿格妮正拿着折扇打量着他，打聽他的來意和手裡的東西。塞蕾斯表示自己用稀有藥草泡了茶，特意端來給姑母品嘗，還客套地說不知合不合他的口味。阿格妮聽完十分高興，笑着為自己倒上了茶，以為塞蕾斯是頂不住債主的壓力，終於主動跑來向自己低頭。阿格妮順勢追問買店鋪的事，吹噓有人出了相當不錯的高價，塞蕾斯卻笑着打斷了他，提議不如先喝茶再慢慢談。阿格妮見狀也沒多想，立刻端起茶杯準備品嘗。阿格妮一邊品飲一邊盤算，今天必須哄好塞蕾斯，好讓他乖乖把店鋪交出來。可茶水剛一入口，阿格妮就被驚人的美味鎮住了，直呼從沒喝過這麼絕妙的茶。塞蕾斯笑着回應只要合胃口就好，順勢又幫他倒滿了一杯。阿格妮連喝了幾大口，迫不及待地打聽這是什麼茶葉。塞蕾斯卻意味深長地回答，這茶的成分姑母應該最清楚不過。阿格妮被說得當場僵住，慌忙辯稱自己也是第一次喝。塞蕾斯笑着拿出一個精緻的玻璃瓶，表示看一眼就明白了，自己為了拿到它可費了不少心思。看到瓶子的瞬間，阿格妮的臉色徹底变了，這正是他當初交給阿諾德的毒藥瓶。原來瓶裡裝的是阿格妮特制的秘毒，只要按劑量摻進尤利亞的食物，就能讓身體在不知不覺中衰竭。這毒藥若是按劑量服用，脂人衰竭，可如果一次性大量灌下，當場就會喪命。剛才連喝數口茶的阿格妮嚇得手裡的茶杯摔碎在地，緊接着毒性迅速發作，姑母捂着胸口痛苦不堪，重重地癱倒在地，劇烈嘔吐。塞蕾斯依舊悠哉地坐在沙發上，冷眼看着狼狽不堪的阿格妮，甚至風輕雲淡地問他怎麼突然吐得這麼厲害。阿格妮一把拍開塞蕾斯的手，怒罵他給自己下了毒，居然還有臉假裝關心。塞蕾斯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聲稱這可是難得的珍貴草藥，被這樣誤會實在令人失望。阿格妮氣得歇斯底里，當場喊出那瓶裡裝的就是毒藥。可話剛出口，他就猛地反應過來，自己竟然徹底說漏了嘴。塞蕾斯順勢舉起那個玻璃瓶，居高臨下的俯視着癱倒在地的阿格妮，語氣冰冷地表示，光看這反應就能確定，姑母不僅認識這個瓶子，更清楚裡面裝的究竟是什麼。面對徹底掌控全局的塞蕾斯，阿格妮嚇得聲音發顫，不敢相信眼前的人究竟是誰。阿格妮哆嗦着打聽塞蕾斯究竟在茶裡下了多少毒。塞蕾斯順勢湊上前去，提醒他聽完可別太害怕。看着塞蕾斯手中的空藥瓶，阿格妮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賽蕾絲微笑着親口證實，自己把那一整瓶毒藥全部加進了茶水裡。得知整瓶毒藥都被加進茶裡，阿格妮拼命摳着喉嚨，瘋狂催吐。赛蕾絲居高臨下的看着他，問他現在是否體會到了尤利亞的痛苦。見阿格妮還在不停嘔吐，赛蕾絲冷冷地叫他收手，隨口表示茶裡其實根本沒有下毒。聽到這句話，阿格妮當場愣在原地。賽蕾絲嘲弄地反問，自己又沒發瘋，怎麼可能為了他變成殺人犯？得知自己被耍了，阿格妮氣得大聲質問，怒罵賽蕾絲居然敢欺騙他。賽蕾絲卻依舊氣定神閒，解釋這只是在試探他，順便透露阿諾德已經招了一切。阿格妮聞言徹底愣住，賽蕾絲當面拆他的全部罪行，從給尤利亞下毒到虛報藥費貪污，甚至連兩人偷情的事也全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阿格妮把所有賬都算到了阿諾德頭上，恨得咬牙切齒，怒罵他竟然敢背叛自己。阿格妮極力狡辯，聲稱阿諾德全是在撒謊，自己根本什麼都沒做。賽蕾絲隨口調侃，讓他留着這些話去法庭上說，畢竟阿諾德已經被移交警衛隊，兩人現在想統一口徑，恐怕沒那麼容易了。見招供脫罪不成，阿格妮索性不再偽裝，反問賽蕾絲手裡到底有沒有證據，甚至囂張地表示，一個是揮霍遺產的年輕女孩，一個是好心收留孤兒的善良姑母，外人究竟會相信誰的說法？面對阿格妮的負隅頑抗，賽蕾絲只是輕笑了一聲，坦言原以為他至少會假裝反省，不過到了這個地步，反而要謝謝他的死不悔改。面對賽蕾絲的反應，阿格妮追問他究竟是什麼意思。賽蕾絲坦言早就料到他會賴賬，順手掏出了一顆提前藏好的紫色水晶。見阿格妮瞬間認出了這顆水晶，賽蕾絲剛準備開口解釋，阿格妮卻嚇得以為他要動手砸人。賽蕾絲表面上保持從容，心裡卻吐槽這款式竟然落伍到了這種地步。隨後他輕觸水晶，準備當面演示它的真正用途。隨着魔法水晶被激活，裡面清晰地浮現出剛才的畫面。賽蕾絲笑着提醒，這顆錄像水晶已經把阿格妮剛才的自以為是和劇烈嘔吐的狼狽模樣全都拍了下來。阿格妮嚇得失聲質問，他究竟是什麼時候把東西葬在這裡的？賽蕾絲一步步逼近，反而質問阿格妮究竟哪來的膽子敢對小孩子下手。他湊到阿格妮耳邊冷聲警告，趁自己還能客客氣氣說話，立刻滾出這座房子。賽蕾絲限他1個小時內離開，表示就算自己脾氣再好，也絕不可能和一個謀害妹妹的兇手同住，任憑阿格妮在身後喊着等等。賽蕾絲頭也不回地走出門外，重重地關上了房門。賽蕾絲剛關上門，屋裡就傳出茶具摔碎的巨響。女僕急忙推門查看，阿格妮氣得砸爛杯子，咆哮着絕不會善罷甘休。女僕卻聲音發顫地提醒阿格妮的頭髮出了狀況。阿格妮湊向窗玻璃查看，原本的髮色竟然瞬間變得蒼白，看着倒影裡衰老的模樣，阿格妮嚇得發出慘烈尖叫。而門外的賽蕾絲嘴角泛起一抹笑意，踩着輕快腳步飄然離開。賽蕾絲獨自走在走廊上，心裡感到十分納悶，那明明是過去王室暗中使用的禁藥，早在他還是個蕾絲時就已經被禁，難道如今又在私下流傳了？推開房間門，女僕傑伊立刻上前迎接，看到賽蕾絲進來，床上的妹妹興奮地大聲叫他。賽蕾絲上前打聽尤利亞的狀況，安東尼安表示已經讓他服下了解藥。傑伊也笑着補充，尤利亞現在能吃能睡，恢復得很好。順勢打聽賽蕾絲那邊的事情是否順利，安東尼安也跟着追問，他一大早急忙跑出去，究竟是為了什麼？賽蕾絲笑着表示自己已經把事情圓滿解決，不過還有些後續要處理。隨後鏡頭一轉，來到了德拉斯街1號，賽蕾絲一身來到街道上，站在了一家店鋪前，確認這裡就是大家之前提到的地方。看着店鋪掛出的招牌，賽蕾絲停下腳步，認真打量起來。賽蕾絲本以為店鋪外觀看起來還算正常，便伸手推開了店門，想看看裡面究竟是個什麼情況。沒想到門剛一推開，屋內竟然早就亂成了一團，眾人死死糾扯在一起，氣急敗壞地大吵着讓對方先放手。看着眼前這雞飛狗跳的混亂場面，賽蕾絲頓時感到一陣無語。屋裡早已亂成了一鍋粥，顧客們為了搶一口熱燉菜，竟然當場大打出手，其他人則在旁邊看戲叫好，催菜的吼聲更是此起彼伏。掌管店鋪的馬克正躲在角落發抖，他本是為了報答先代男爵的恩情，才咬牙硬撐着經營店鋪，可面對眼前徹底失控的場面，他崩潰地表示自己已經到了極限。飛來的盤子險些砸中馬克，在身後砸得粉碎。看着眼前的混亂場面，賽蕾絲忍不住嘆了口氣。馬克愣愣地抬頭，盯了半天才回過神來，眼前的金髮少女竟然和記憶中小時候的樣子重合在一起，確認對方就是賽蕾絲小姐。馬克趕忙自我介紹，表示自己正是這家店的負責人，小時候兩人就曾見過面。得知對方的身份，賽蕾絲若有所思地回應，既然如此，那他想必很清楚當下的情況。賽蕾絲不解地打聽，店鋪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馬克無奈解釋，這裡常有傭兵光顧，打架早已是家常便飯。聽完馬克的解釋，賽蕾絲伸手要過他手裡的木托盤。馬克雖然感到困惑，還是乖乖把東西遞了過去。賽蕾絲接過托盤，直接猛地甩手飛掷出去，木盤帶着勁風砸中正在大叫的傭兵，對方當場被砸倒在地。混亂的現場瞬間安靜下來，賽蕾絲這才漫不經心地開口詢問他們打完了沒有。看折倒在地上的傭兵，周圍人瞬間炸開了鍋，不敢相信眼前這個纖細的女人居然只用一個托盤就精準擊中要害，把人拍暈了。賽蕾絲沒理會旁人的議論，轉頭讓馬克趕緊拿紙和筆過來。馬克雖然一頭霧水，還是連忙把紙筆遞了過去。
塞磊斯接過紙筆，抬手在上面快速書寫，接着他拿着寫好的紙，徑直走到倒地的傭兵面前，啪的一聲貼在對方身上。旁觀的人嚇得紛紛後退，顫聲打聽他究竟貼了什麼內容。眾人湊近一看，紙上竟寫着1周內禁止入內，周圍頓時炸開了鍋。有傭兵不服，上前質問，憑什麼輪到他來發號施令？馬克正準備出面解釋，塞磊斯已經大方宣布自己才是這家店真正的主人。而此時家裡，安東尼安正焦急地踱着步，擔心姐姐會不會直接把店鋪賣掉。傑伊在一旁輕聲勸他放寬心。安東尼安還在跟傑伊嘴硬。塞磊斯正好推門回到了家，安東尼安連忙跑上前打聽那家店鋪的情況，擔心是不是真要賣掉。塞磊斯明確表示，出售店鋪的計劃暫時取消。他解釋店鋪的客源相當穩定，只要用心經營，收益會很可觀，決定明天開始全面改造店鋪。隨後鏡頭一轉，來到了魔法塔，車妍正偷偷摸摸的打算偷溜出去，手剛握住門把手，身後就傳來陰沉的呼喚。對方抱着一整疊文件，質問他是不是想拋下公文跑出去玩。偷溜被當場抓包，車妍也只能轉過身訕笑着打哈哈。同伴一路追着車妍到了街上，大聲催他趕緊回魔法塔工作。車妍被吵得直揉耳朵，辯解自己只是出來做研究，結果被揭穿昨天就跑出來了，保不住對方連番念叨，車妍只能妥協跟着往回走，嘴裡還吐槽對方管得太寬。沒走幾步，車妍意外撞到了路過的女子，對方的兜帽隨之滑落，露出一頭金髮和鮮紅的雙眼。車妍低頭看去，兩人正好四目相對，車妍連忙開口問候。塞磊斯平靜表示自己沒事，轉身便準備離開。擦肩而過的瞬間，車妍突然察覺到異常，急忙喊住對方想要細聊，卻被同伴當成是在隨手搭訕。看着塞磊斯離去的背影，車妍感到十分震驚，剛才從他身上流露出的竟是極為強烈的魔力波動。此時塞磊斯推門走進魔法商店，店主剛準備習慣性招呼，一抬頭卻突然愣住了。店主打量着塞磊斯，本以為終於來了個魔法師大客戶，可看他一身樸素的打扮，心中不免起了疑心。塞磊斯直接開門見山，詢問店裡是否收購魔石，順手將隨身攜帶的木盒放在櫃檯上。店主嘴上說着要先驗貨，可當他打開盒子的那一刻，整個人直接愣在了原地。盒子裡躺着的竟然是一顆極其罕見的特殊屬性魔石。店主重新審視眼前的年輕少女，追問她是從哪裡弄來如此昂貴的寶貝，知不知道這東西真正的價值，眼神中悄然浮現出一絲貪婪。店主試探着開出200金幣的低價，見塞磊斯只是沉默不語，以為是價格給低了，趕忙連連提價，加到了400甚至500金幣。塞磊斯原本只是想打聽行情，見對方越加越離譜，覺得事情不對勁，當即決定換個地方再看，準備收回盒子離去。剛才街上撞見的車妍突然冒了出來，直接打斷兩人的對話，指責店主根本是在故意壓價。他當場拆穿，這可是罕見的冰屬性魔石，普通的高純度魔石都要5000金幣，這種特殊屬性根本是有價無市。店主還在極力忽悠，聲稱這種特殊屬性去別處也賣不出高價。塞磊斯懶得廢話，收拾好盒子準備去別家打聽。車妍突然伸手按住了盒子，表示自己正好急需冰屬性魔石，希望他能把魔石賣給自己，甚至當場承諾只要塞磊斯願意開價，多少錢他都照付。塞磊斯大受震撼，有了這筆巨款，不僅能立刻還清所有債務，連店鋪都不用辛苦改造了。可手握着盒子，塞磊斯卻猶豫了。這塊產自雪山魔物的冰魔石原本是別人送給格蕾斯的禮物，回想起這塊魔石背後的淵源，塞磊斯決定暫不出售，表示賣不賣還需要再考慮。車妍見狀，趕忙提議可以當場簽訂契約，塞磊斯卻一口回絕，收起盒子徑直走出了店鋪。車妍焦急地追到店門口，大聲追問究竟開價多少才肯出手。正巧迎面碰上了同伴，車妍顧不上多說，急忙向他打聽塞磊斯的去向。同伴指明了塞磊斯離開的方向，車妍暗自納悶，自從凱內爾大公封鎖北方後，冰魔石就早已絕跡，他究竟是從哪弄來的？顧不上多想，車妍正打算跟上去，同伴卻趕忙將他攔下，表示皇太子剛剛傳來消息，要求他參加2周後的王室會議，據說連鮮少露面的凱內爾大公這次也極有可能親自出席。車妍聽後大吃一驚，沒想到那個冰山一般的家伙竟然願意離開北方。與此同時，遠在北方的佩爾西亞大宮邸內，大雪紛飛的城堡走廊裡，正傳出陣陣沉穩的腳步聲。侍從來到大門前，輕輕敲門，說明自己送來了王室寄來的信件。見裡面沒有反應，便推門走了進去。房間裡竟結滿了厚厚的冰霜。凱內爾正獨自站在大廳中央，侍從畢恭畢敬地躬身行禮，表示除了信件之外，皇帝陛下還特意附帶了物品，要親自轉交給凱內爾大公。隨着侍從的話音落下，凱內爾這才緩緩側過身來。侍從拿着文件緩緩走到凱內爾的身旁，嘆息他又獨自待在這間屋子裡。當年格蕾斯去世之後，無法承受悲痛的凱內爾便用家族魔力將他的遺體封存在冰中。然而不久前，這道封印魔法突然破裂，遺體也隨之徹底消散。失去所有寄托的凱內爾從此便只能終日呆望着虛空。侍從收回沉重的思緒，向他轉達王室發來的通知，要求凱內爾出席2周後的帝國會議，商討皇都附近突然出現的黑森林危機。聽完消息的凱內爾依然靜靜站在原地，沒有任何回應。見凱內爾沒有反應，侍從捧出了皇帝送來的信物，那竟是代表帝國最高皇權的金印。這枚印章擁有着絕對的權威，凡是收到者必須無條件服從指令，在皇帝在位期間也僅能使用一次。
如此隆重的召集規格，意味着2周後的會議絕非尋常。侍從詢問凱內爾打算如何應對，面對這無法拒絕的皇權死命令，凱內爾依然選擇一言不發。見他始終沒有答復，侍從只能微微躬身退出了房間。就在侍從退下後，凱內爾突然開口詢問會議的具體時間，得知就在2周之後，他當即下達命令，準備前往皇都。而在另一邊的府邸中，車延因為沒能買下那塊冰魔石，正癱在地板上耍賴不肯工作，後悔當時沒有果斷出手。同伴盧卡對他毫無辦法，表示已經在動用渠道調查那名女子的下落，勸他趕緊起來處理積壓的公文。正當車延賴在地上不起時，門口突然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來人竟然是皇太子阿塞里安。阿塞里安一進門便嚴肅質問車延是否收到了皇都附近出现黑森林的報告。車延一时語塞，不知如何回答。一旁的盧卡當場拆台，表示早在整整1周前就把報告提交上去了。阿塞里安沉聲提醒車延，黑森林的出现已經引起了民眾極大恐慌，絕不是躺在這裡耍賴的時候。車延只好硬着頭皮坐了起來。所謂的黑森林是大陸上突然出現的異常災難，漆黑的樹木會在普通空間裡瞬間瘋長，將整片區域徹底隔絕封鎖，唯有消滅裡面的所有魔物，眾人才能成功脫困。這種黑森林一旦出現，就會造成極其慘重的傷亡，如今甚至開始在皇都附近頻繁冒頭，嚴重威脅着周圍民眾的生命安全。阿塞里安忍不住抱怨，預警裝置的研發進度實在過於緩慢。車延順勢把責任推給材料不足，聲稱要是能拿到之前看上的那塊冰魔石，研發速度就能大大加快。阿塞里安聽得滿臉疑惑，一旁的盧卡趕忙拆台解釋，那不過是車延沒能買到的魔石，他甚至還私下給魔石起了奇怪的綽號。得知盧卡正在調查魔石的下落，阿塞里安便順勢將尋找魔石的任務交給盧卡，並要求車延盡快完成預警裝置。臨走前，阿塞里安再次鄭重警告車延，2周後的會議絕對不能缺席，因為大公吉友可能會親自出席。車延還在懷疑那個冰塊大公是否真的會來，阿塞里安直接透露，陛下這次甚至動用了精致召集令。隨後他鄭重告誡車延，身為皇子必須明白事態的嚴峻。交代完畢便動身離開。看着阿塞里安離去的背影，車延陷入了深思，隱隱感到局勢極其不尋常。幾天之後，城裡一家原本熱鬧非凡的酒館內，客人們正大聲催促着店家上酒菜。可轉眼之間，熱鬧的酒館突然變得一片死寂。剛進門的人還在感到奇怪，一位想大聲點單的客人話還沒喊出來，就被同伴一把死死捂住了嘴。同伴慌忙示意他看門邊新貼出的告示，上面不僅寫明擾亂秩序會被嚴厲懲罰，甚至還會連累整個傭兵工會，最下方還貼着暫停營業的標語。客人正驚詫究竟是誰敢立這種規矩，同伴顫顫巍巍伸出手指向了大廳中央，坐在那裡的竟然是塞蕾絲。在眾人震驚的目光中，塞蕾絲直接向在場所有人宣布，自己從現在開始就是这家酒馆的新老板。副會長羅特正焦急勸說，提醒會長幾天後必須出席帝國會議。會長斯卡爾卻完全不在乎，只顧着端着湯碗讚嘆美味。他們所在的黑色傭兵工會是帝國排名第1的頂尖勢力，名聲早已傳到了帝國外。身為會長的斯卡爾經常受邀出席帝國的重大會議，斯卡爾覺得出席會議太麻煩，直接讓羅特替自己去。羅特焦急強調這次議題非常重要，斯卡爾卻完全不在意，推測大概又是防守黑森林的瑣事。比起重大的帝國會議，他顯然對眼前的燉肉更感興趣，一口氣又加了好幾碗。斯卡爾忍不住感嘆，自己在店裡吃了20多年，味道從來沒像今天這麼好過。這時他才注意到面前的傑伊，便打量起這位新面孔。傑伊解釋，主廚馬克受傷無法下廚，自己只是臨時過來幫忙。聽說廚師換了人，斯卡爾這才感到詫異，追問這碗極其美味的燉肉究竟出自誰的手。塞蕾絲嘗了一口剛煮好的燉湯，瞬間認出了這個熟悉的味道，這正是他前世作為格蕾絲時，為了照顧病人反覆改良才研究出來的特制食譜。他有些困惑，想不通究竟是誰把這道食譜放進了店裡的菜單。這時傑伊跑進後廚，激動地表示客人又加了好幾份，紛紛誇讚今天的燉肉格外美味。面對傑伊的誇獎，塞蕾絲只是平靜表示自己早已熟練，隨後讓傑伊抓緊把燉肉端給客人。忙碌了一整天後，傑伊感謝塞蕾絲的幫忙。就在這時，傷勢未癒的主廚馬克拄着拐杖來到了店裡。馬克因為放心不下後廚，特意跑過來查看情況。塞蕾絲見他拖着傷體，無奈責怪他太瞎操心。順着燉肉的話題，塞蕾絲打聽起食譜的來源，詢問馬克是否知道這道菜最初是誰創作的。馬克解釋說，這食譜是前任男爵留給他的，據說是家族代代相傳的秘方。聽到這個回答，塞蕾絲陷入了沉思，因為在300年前根本還沒有德羅男爵家族。馬克抱歉地表示，都怪自己不小心摔下樓梯，才耽誤了店裡的事情。塞蕾絲直接打斷他，問他究竟是被誰打傷的。面对馬克的裝傻，塞蕾絲當場揭穿了他的謊言。他指出馬克身上的骨折和淤傷位置根本不符合摔落樓梯的特徵，要求馬克說出動手的人。見謊言被拆穿，馬克只能低頭承認，表示自己本想獨自處理這件事。與此同時，窗外下起了暴雨，暴雨傾盆的夜晚，塞蕾絲順着線索直接闖進了一處偏僻據點。面對據點裡那些人的驅趕，塞蕾絲開門見山質問是不是他們打傷了馬克。桌旁打牌的男子聞言相視一笑，當場承認曾對店鋪動手。塞蕾絲當即冷笑嘲諷，指責他們只敢在背後搞小動作，
要是真有膽量，怎會連滿是黑工會傭兵的店門都不敢進，充其量不過是一群懦夫。面对塞蕾斯的當面嘲諷，据點裡的头目怒不可遏，認為他簡直是自寻死路。他當場下令，讓屋裡所有人立刻動手把人拿下。面对圍攻上來的众人，塞蕾斯緊握木棒，毫無懼色，叫囂讓對方一起上。帝國皇宮之內，貴族大臣們正聚在一起，熱烈討論着皇帝緊急召集的意圖。大家都在猜測，這次大概又是為了異動的黑森林。大門緩緩打開，通報聲瞬間響徹整個大殿。皇帝與皇太子一同走入議事廳。皇帝走上帝座，問候眾臣，環顧四周之後，卻發現那個人果不其然沒有出席。對方正是凱內爾公爵。整整300年來，他一直將自己封閉在北方領地，從不參加外界的任何會議。皇帝心裡感到一陣無奈，連先王們都未曾見過那位公爵的真容，這次哪怕動用了最高規格的黃金聖旨，也依然沒能請動對方。眼看會議時間已到，皇太子出言提醒，皇帝正準備宣布會議正式開始，門外卻突然傳來侍衛震耳欲聾的通報：凱內爾佩爾西亞公爵到場。在眾人驚愕的目光中，凱內爾步入大殿，看着眼前這位冷峻的男子，皇帝震驚不已。對方的模樣與先皇描述的完全一致，那座封閉了300年的冰牆，終於在這一刻徹底破裂。皇帝露出微笑，感謝凱內爾公爵能夠親自出席。隨後，皇帝正式宣布會議開始，說明這次緊急召集眾人，是因為黑森林發生了異動。過去只出現在邊境的黑森林，近期竟開始向帝國首都蔓延，導致民眾傷亡不斷攀升。為了保障帝國的安全，皇帝決定重建首都防禦體系。他看向座上的凱內爾，提出希望對方能留在首都一段時間，協助完成防禦系統的建設。皇帝強調，這正是他特意送出黃金聖旨的原因。凱內爾略作沉思，便當場答應。皇帝見狀，向他表達致謝。隨後，皇帝轉向其他議題，帶領眾臣討論各地區的防禦安排，直到會議正式結束。凱內爾隨即起身離開，一眾大臣這才鬆了一口氣，感嘆與這位大公共處一事，簡直耗盡了所有精力。副會長羅特也在心中抱怨，會長斯卡爾居然偷溜去吃頓肉，把整場高壓會議全甩給了自己。羅特深感意外，沒想到早已獨立的佩爾西亞公爵竟然會答應留下來守護首都。他急着回去向會長匯報，卻在走廊裡被人撞了個滿懷。那人連句道歉都沒說，就急匆匆地衝了過去。這名男子一路小跑，大聲喊住了走在前面的凱內爾。他氣喘吁吁地擋在路前，凱內爾冷淡地讓他先報上身份。男子這才自報家門，表明自己是埃利西亞家族的家主克里爾。聽到對方來自埃利西亞家族，凱內爾瞬間停下腳步，腦海中浮現出那個熟悉的身影。克里爾借着兩家的淵源，希望能占用一點時間聊聊。不料凱內爾態度極其冷漠，當場乾脆利落地拒絕了他。還沒等克里爾反應過來，凱內爾便帶着以諾徑直離去，只留下克里爾愣在原地。離開走廊之後，以諾忍不住詢問凱內爾，剛才的遭遇是否讓人感到失望。凱內爾冷冷表示，克里爾的態度實在不堪，連筆都拿不穩，根本配不上埃利西亞的姓氏。以諾有些困惑，認為埃利西亞家族本就以治癒術聞名，不會用劍道也正常。凱內爾直言以諾根本不懂，雖然如今被醫術之名掩蓋，但埃利西亞家族最初其實是名副其實的劍術世家。與此同時，偏僻據點裡哀嚎遍野，圍攻的流氓早已橫七豎八倒了一地。塞蕾斯手持木棒站在原地，而在凱內爾的記憶中，當年埃利西亞家族裡唯一被稱為劍聖的人正是他。那位名震一時的傳奇劍聖正是前世的格蕾斯。清晨的大宅內，塞蕾斯從睡夢中醒來，昨天痛快收拾了那群流氓，讓他感覺渾身舒暢。門外響起敲門聲，女僕傑伊端着洗漱水走進房間，管家科林也跟着一起進來，畢恭畢敬地向塞蕾斯問好。面對一大早就趕來的管家，塞蕾斯有些意外。科林表示這是為了監督服務質量，特意叮囑傑伊照顧好塞蕾斯。看着管家如此上心的態度，塞蕾斯暗暗感嘆，如今這待遇果然大不相同了。老管家科林此前因為正直被阿格妮排擠離開了大宅，直到最近才重回崗位。在他的細緻打理下，家裡省下了不少開銷。塞蕾斯甚至覺得连海利西都有希望了，可他剛準備洗漱，就被洗臉水兵得意機靈。傑伊也覺得水溫過低，科林卻理直氣壯地坦白，是他特意交代不用燒熱水，畢竟為了省錢，天氣不冷就要盡量節省開支。不僅塞蕾斯被冰得夠嗆，連安東尼安少爺也只能用冷水洗漱，甚至扔掉的舊娃娃都被科林撿回來縫補繼續用。面對管家這極致的省錢操作，塞蕾斯一時間大受震撼。科林帶着微笑提醒他，該出門開工賺錢了。收拾停當後，塞蕾斯來到街區一家餐廳門前，早已人頭攒動，路人們都在好奇討論。原來這裡正是當下地都最火爆的餐廳。店員急忙找塞蕾斯再加10碗燉肉。塞蕾斯納悶客人怎麼突然暴增，店員解釋說是先前有位患病的大小姐吃了這裡的燉肉後徹底康復，消息傳開後便吸引了大批貴族，生意大好，讓塞蕾斯十分開心。他還打算今天早點收工，買些好吃的帶回去給科林。此時店裡早已座無虛席，食客們邊吃邊抱怨，連貴族都跑來排隊，以後想吃上一碗恐怕越來越難。聊着聊着，有人提起剛聽到的消息，封鎖領地多年的佩爾西亞大公居然親自出席了帝國會議。眾人紛紛驚嘆，那位傳聞中的怪物不僅來到了首都，外表甚至還維持着20多歲的模樣。餐廳裡食客們還在熱火朝天地八卦，甚至開玩笑說大公該不會是衝着這家店爆火的燉肉來的。
巧合的是，這碗燉肉真被送到了凱內爾面前。下屬解釋說，這是最近社交圈最火的美食，自己路過特意買了一份，想着或許能合公爵的胃口。凱內爾卻根本提不起興趣，冷冰冰的表示今天不想進食。下屬勸說道：“大公昨天就沒吃飯，自從來到首都後幾乎只喝水，希望他為了身體着想，多少吃上一口。”凱內爾神色冰冷，警告下屬不要讓自己重複第二遍。下屬退下後，凱內爾獨自坐在桌前，看着留下的那盤燉肉，大惑不解，吃飯到底有什麼要緊的？當他的目光落在盤子上時，腦海中卻浮現出曾經的畫面。過去那個人也曾耐心地勸他進食，專門為他做了一盤燉肉。那個人也同樣喜歡做燉肉，這意料之外的巧合讓他不禁有些懷念，要是能再嘗到一次那個味道就好了。懷着一絲期待，凱內爾終於端起盤子，舀起一勺送進嘴裡。剛咽下第一口，他整個人猛地愣在原地，眼神裡滿是不可置信，細細體會着嘴裡的味道，這熟悉的口感竟然真和當年那個人做的一模一樣。可他很快冷靜下來，自嘲地輕笑着搖了搖頭，覺得這絕不可能。那個人明明早已不在，自己大概是徹底瘋了，才會產生這種荒謬的錯覺。夜幕降臨，近視戴爾帶着北方的報告走進書房，向凱內爾大公匯報。一抬頭，他震驚地發現桌上的餐盤空了。平日連飯都懶得吃的公爵，居然把整盤燉肉吃得一乾二淨。戴爾忍不住感嘆燉肉合胃口。凱內爾面無表情地解釋，自己只是剛好有點餓罷了。見大公終於肯吃東西，戴爾暗下決心，準備之後再去那家店購買。就在戴爾行李準備退下時，凱內爾突然開口叫住了他。凱內爾詢問這碗燉肉的拿貨出處，戴爾回答是在德拉斯街1號買的，並詢問明早是否繼續準備。凱內爾表示不用，並讓侍從退下。等戴爾離開後，他暗自記下了這個地址。與此同時，另一邊的宮殿裡響起魔物警報，皇太子急忙趕到現場，卻發現引發警報的居然只是一個木質玩具。車妍一把搶過裝置，得意地介紹這是自己熬夜發明的魔物警報裝置，不僅造型可愛，還能發出3種叫聲。看着這個離譜的發明，皇太子氣得要當場動手，罵這怪叫只會把人從床上下跌下來，喊着要把車妍給趕出去。兩人正鬧得不可開交，盧卡突然推門走了進來。盧卡帶來了一個重要消息，車妍一直在尋找的那個人終於有了下落。盧卡透露對方正是冰魔石的主人，車妍頓時坐不住了，急忙追問具體的址，得知對方就在德拉斯街1號的燉肉店。他一把抓起披風就往外衝，皇太子在背後大喊提醒安保掩飾還沒結束，可車妍根本不聽勸，丟下一句去就回，便徑直衝了出去。看着车妍頭也不回的跑掉，皇太子氣得在背後破口大罵，盧卡也只能在旁無奈勸解。而此時在夕陽下的街道上，塞蕾絲還在忙碌，突然莫名感覺鼻子一陣發癢。塞蕾絲還在納悶鼻子發癢，尤利亞就抱着一本書跑了過來。他本以為妹妹是去挑新娃娃，沒想到小家伙卻改變了主意，吵着非要改買手裡這本書。先前他還在嫌棄科林縫補的舊玩具，吵着必須買個新的，如今轉頭就把娃娃拋在腦後，讓塞蕾絲感嘆小孩子心思說變就變。仔細一看，尤利亞拿的竟是一本魔法教程。他興奮地向塞蕾絲介紹，這可是魔塔車炎皇子寫的書，聽說對方天資過人，20歲就坐上了最年輕魔塔主的寶座。塞蕾絲有些納悶，難道現在小朋友間都流行學魔法了？尤利亞卻理直氣壯地坦白，大家搶着買這本書，純粹是因為這位皇子長得太帥了。塞蕾絲端詳着書上的車妍畫像，越看越覺得這人的長相十分眼熟。回家的路上，塞蕾絲特意叮囑尤利亞，買書的事千萬不能讓克林知道。尤利亞抱着書，興奮地一口答應。他急着跑回去看書，一時沒看清路，腳下絆倒，連人帶書重跌向地面，菜籃裡的東西灑了一地。掉落的魔法教程被一把接住，尤利亞並沒有重摔在地上，反而被一股神奇的力量輕柔托起。塞蕾絲急忙上前查看情況，尤利亞興奮地向姐姐炫耀，自己剛剛居然飛了起來。一位身穿紅色斗篷的男子遞過書，溫和地提醒尤利亞小心一點。尤利亞連忙道謝，可當看清對方的模樣時，他立刻驚訝地指着對方喊道：“這人的長相竟和書封面上一模一樣！”塞蕾絲也瞬間反應過來，眼前這人正是自己之前在魔法商店遇到的那位。面對被認出身份，車妍只是帶着微笑，表示自己終於找到了那位帕蘭多里的主人。兩人進屋坐下，車妍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表示自己是為了冰魔石而來，甚至承諾出多少錢都願意購買。塞蕾絲卻表現得十分平靜，坦言自己早就把石頭弄丟了。車妍頓時氣得拍桌站起，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言那可是極其珍貴的寶物，怎麼可能說丟就丟？塞蕾絲依然十分冷靜，表示事實就是如此，勸他不要繼續浪費時間。說完便徑直轉身離開，只留下車妍在原地錯愕大喊。其實塞蕾絲撒了謊，那塊魔石根本沒有丟。每當想起凱內爾當時的表情，他就無論如何也捨不得拿去出售。車妍自然不相信這種巧合，認定他絕對是在撒謊，暗暗握緊拳頭，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魔石給找出來。到了第二天，車妍竟然直接賴在了燉肉店裡。侍女焦慮地跑來向塞蕾絲請教，說這位客人今天又做了6個小時。話音剛落，車妍就悠閒地伸着懶腰，大聲嚷嚷着要再來一碗燉肉。車妍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是為了冰魔石才拿出這般誠意。塞蕾絲忍不住無奈吐槽，堂堂魔塔主難道平時這麼閒嗎？他再次強調石頭早就弄丟了，車妍卻壓根不信，反而鑽起店鋪規定的空子，硬說店裡既然沒限制，
用餐時間，自己就要賴到他願意賣為止。面對這種耍賴行為，賽蕾絲懶得再多廢話，嘆了口氣，便隨他去了。正當車妍準備死磕到底時，抱着魔法書的小女孩湊了過來，一眼認出她就是書上的魔塔主。得知對方是賽蕾絲的妹妹，車妍立刻換上招牌笑容，套近乎詢問她喜不喜歡自己的書。沒想到尤利亞完全不給面子，直接吐槽她的書無聊透頂，瞬間把車妍打擊得大受挫折。尤利亞繼續毫不留情的補刀，吐槽書裡寫滿了他對自己的誇獎，大家買書不過是衝着他的容貌，把車妍對得徹底無言以對。隨後他轉頭髮起簽名邀請，直言姐姐交代過，拿到簽名以後能賣個大價錢。車妍當場被這對姐妹氣到崩潰。這時店裡走進來一位熟客，此前光顧過的侍從再次登門，開門見山表示想要打包燉肉。赛蕾絲一眼認出了他，坦言貴族鮮少再次光顧這種小店，看來這裡的味道很合他的口味。隨後熟練的開始為他準備。侍從開口解釋，打包的燉肉其實是給自家主人準備的，對方平時經常忙得顧不上吃飯，唯獨能把這裡的燉肉吃完。聽說對方因沉迷工作嚴重失眠，赛蕾絲轉身走向藥草架，特意在燉肉裡加入了一些助眠草藥。他將打包好的燉肉遞給侍從，說明自己加了有助於睡眠的藥草。侍從聽後十分驚喜，忍不住誇讚他博學多才。侍從接過打包好的燉肉，連聲致謝。赛蕾絲微笑着表示這只是舉手之勞。另一邊，侍從將燉肉端到了凱內爾的案前，強調裡面加了助眠的草藥，催促他趁熱吃下。面對侍從不吃就不離開的死纏爛打，忙於工作的凱內爾只能妥協，拿起湯匙吃了起來。赛蕾絲在店裡默默期盼，希望加了草药的燉肉能幫對方睡個好覺。結果到了第二天，赛蕾絲自己反而因為沒休息好困得不行，只能強撐着精神在店裡繼續忙碌。赛蕾絲正感嘆店鋪生意終於穩定，手頭也有了一筆積蓄，助手突然急忙跑進來報告，說店裡來了一位特殊客人，指明一定要見店主。赛蕾絲以為又是車妍不按時間來打擾，無奈的俯額往外走。當他抬頭看清坐在桌前的人時，整個人當場愣在原地。坐在那裡的居然是凱內爾。凱內爾平靜地開口詢問他是否就是這家店的店主。看着眼前這張熟悉的面孔，賽蕾絲震驚的當場說不出話來。凱內爾開口詢問這燉肉究竟是誰做的，直言味道與自己曾經吃過的一模一樣，步步逼問賽蕾絲是如何做出來的。賽蕾絲心中掀起巨浪，沒想到過了整整300年，對方竟然還牢牢記得這個味道。他死死抓緊裙角，強作鎮定，謊稱這只是店裡代代相傳的食譜，味道相似純屬一場巧合。凱內爾原本打算找後廚的廚師問個清楚，可轉念一想，又覺得絕不可能，便打消了繼續追問的念頭，只讓賽蕾絲先給自己端來一碗燉肉。赛蕾絲立刻吩咐傑伊去后厨盛湯，傑伊趕忙應聲前去辦理，心裡卻止不住的犯嘀咕，不知這位客人究竟是什麼來頭，竟然能讓賽蕾絲用如此溫柔的眼神注視。赛蕾絲站在原地暗暗感慨，沒想到時光流逝了這麼久。當他再次抬起頭時，卻發現凱內爾正直勾勾地凝視着自己，眼神裡似乎藏着許多話想要表達。赛蕾絲心裡陷入了無比的糾結，不知是否該承認自己就是他300年前的舊友，但借屍還魂這種荒誕的事根本不會有人相信。他最終還是決定繼續隱藏身份，臉上掛着笑容，將話題敷衍了過去。這時傑伊端着盛好的燉肉走了出來，賽蕾絲接過來送到凱內爾的面前，有些拘謹地請他慢用。凱內爾沒有再多說什麼，拿起湯匙舀起一口燉肉嘗了嘗，看着凱內爾吃得津津有味，賽蕾絲忍不住在心裡吐槽，這家伙小時候明明挑食得厲害，沒想到過了這麼多年連習慣都變了。可還沒等他在心中感慨完，餐盤裡的細節卻讓他猛地愣在原地。原來盤子裡的青椒全被凱內爾細心地挑到了邊緣，整整過了300年，這家伙挑食的壞習慣竟然一點沒變。賽蕾絲一時沒有忍住，把心裡想的話直接脫口說了出來。聽到這句話，凱內爾手中的湯匙瞬間停在半空。正當他眼神一凝，準備轉過頭追問時，推門而入的皇太子打斷了兩人。皇太子本想上前和賽蕾絲套個近乎，卻一眼看到了坐在那裡的凱內爾。皇太子當場愣在原地，想起小時候在皇家肖像畫上見過這張臉，脫口而出對方就是那位被冰封的人，連忙恭敬地向眼前的公爵大人躬身問候。這時一名夥計突然慌慌張張衝了進來，指責凱內爾抱怨北部封鎖導致食材徹底斷貨。賽蕾絲見狀趕忙大步上前，硬拉着夥計離開了現場。賽蕾絲在私下嚴厲警告夥計，絕不能在公爵面前提起那個名字。夥計甚至起了疑心，懷疑他偷了公爵的東西，嚇得賽蕾絲一把死死捂住他的嘴。等他提心吊膽的回頭查看情況時，才發現凱內爾坐的位置早就空無一人。詢問了傑伊才知道，對方剛才一吃完肉就默默離開了。賽蕾絲看着桌上空落落的餐盤，忍不住小聲抱怨，走之前好歹打個招呼，心裡難免湧起一陣失落。場景隨後切換到了皇宮大殿，大臣們正準備召開例行會議，有人提起遲遲沒有到場的車妍，說他此前曾專門交代今天有要事宣布。皇太子無奈地揉着太陽穴，準備先一步啟動會議議程。大殿外卻突然傳來一陣極其尖銳的異響，這突如其來的異狀讓全場瞬間陷入一片混亂，眾人急忙高喊侍衛上前保護陛下。聽到異響的皇太子當即警覺起來，瞬間意識到這聲音絕非尋常聲音，而原本在角落閉目養神的凱內爾也在這一刻緩緩睜開了雙眼。那極其刺耳的異響
竟是魔物在近處傳來的瘋狂尖叫。巨大的魔物陰影籠罩大殿，侍衛們嚇得紛紛拔槍戒備。車妍卻毫無察覺，反而興高采烈地展示着他剛制作完成的魔物警報器。剛才那可怕的異響不過是一場誤會。得知真相的全場瞬間陷入死寂，皇太子更是一臉無語。大殿內的氣氛尷尬到了極點，見大家沒有任何反應，車妍有些尷尬地看向皇太子，小心翼翼地向他詢問表現。面對車妍的詢問，皇太子直接冷聲打斷，讓他趕緊閉嘴坐下。車妍只能讪讪認錯，隨後向眾人正式介紹，這其實是個能預警黑森林出現的魔物警報器。得知裝置能預測黑森林，大殿內的大臣們頓時議論紛紛。車妍隨即解釋起工作原理，只要檢測到魔力異常，警報器就會發出魔物的尖叫。大臣們雖然覺得聲音嚇人，但也認可了它的實用價值。看着眼前閃閃發光的紅龍造型，皇太子卻忍不住冷冷吐槽：作為警報器，這設計實在太花哨了，根本不適合拿去給民众分發。面對皇太子對外觀的吐槽，車妍理直氣壯地解釋，之前第一版被嫌棄像玩具，這才特意改成了更酷的紅龍造型。皇太子强忍耐性提醒他，必須考慮制作成本，要求把外觀改回最簡單的設計。沒想到車妍一口拒絕，坦言早就猜到會被反對，所以已經在魔塔裡批量生產了一大箱。看着眼前滿箱的花哨警報器，皇太子被氣得夠嗆，車妍卻還樂呵呵的表示人人有份。隨後車妍自豪地看向全場，詢問是否還有人對伐明感興趣。可大殿內一片死寂，根本沒人接話。就在車妍以為大家是被完美設計折服，準備直接結束演示時，一直沉默的凱內爾突然冷冷開槍。他直接問到了核心要害，警報器能夠預測的黑森林究竟是以多大的範圍為基準？車妍這才收起嬉皮笑臉，明確回答最小檢測單位是一個村莊。皇太子解釋，過去幾百年的記錄裡，最小的黑森林也能覆蓋一整座村莊，因此發生更小規模異常的概率極低。當前的警報器已經足夠防範重大災難。凱內爾卻當場反駁，直言既是異常就無法按常理預測，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也必須提前做好防範。面對凱內爾的針鋒相對，旁聽的大臣們私下議論紛紛，雖然覺得公爵的話有道理，但也認為他未免有些憂慮過度。眼看雙方僵持不下，坐在寶座上的陛下出面拍板，認可了凱內爾的顧慮，決定將細節稍後再議，並讓手下先將警報器分發給民眾。散會後，皇太子暗自感慨，本以為凱內爾破例出席例會是為了精英，沒想到他會認真對待防禦問題，心裡不由得對他改觀。例會剛一結束，演示警報器的車妍就興高采烈地提議一起去吃頓肉。幾天後，皇宮分發的警報器送到了塞蕾絲的小店裡，看着眼前閃閃發光的紅龍造型，傑伊滿臉不可思議，不敢相信這就是用來預警的裝置。塞蕾絲看着這過於花哨的設計，忍不住在心裡狠狠吐槽。遠在另一邊的車妍甚至還莫名其妙抓了抓耳朵，雖然懷疑這東西到底管不管用，但塞蕾絲覺得黑森林不可能出現在首都，便沒再多想，招呼着傑伊準備開始幹活。塞蕾絲店裡正忙着招待客人，架子上的紅龍警報器突然亮起紅光，發出一陣陣刺耳的警報聲。突如其來的噪音打破了平靜，食客們不耐煩地抱怨要關掉聲音。傑伊也覺得大概是警報器出了故障，塞蕾絲卻嚴肅地一口否認。就在這時，窗邊的客人驚恐地看向外面，黑森林竟然已經蔓延到了窗前，店內頓時一片大亂，食客們撞翻桌椅，倉皇逃命。傑伊急忙勸塞蕾絲一起撤離，塞蕾絲卻異常冷靜，讓傑伊先帶大家去安全的地方。傑伊一時沒反應過來，連忙問他要去哪。塞蕾絲一把拔出長劍，笑着表示要把那些還沒結賬就跑了的家伙給救回來。街上早已亂成一團，民眾尖叫着倉皇逃跑，甚至開始擔心店老板的安危。車妍急忙推門衝進店裡，想要確認老板是否平安，可店裡只剩下一名呆立原地的店員。車妍連忙問他怎麼還不逃走，並打聽老板去了哪裡。店員這才怯生生回答，老板已經獨自前往了黑森林。聽到這個出乎意料的回答，車妍當場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得知塞蕾絲獨自跑進危險區域，車妍讓店員趕緊撤離，自己則立刻轉身衝向黑森林，要把塞蕾絲帶回來。可當車妍趕到黑森林邊緣搜尋時，遠處突然傳來刺耳的怪物尖叫和民眾的求救聲。順着聲音望去，一對逃跑的男女正被魔物猛追，慌亂中女子不慎重重摔倒在地。3隻龐大的魔物瞬間將女子包圍。就在他們撲向女子的危急時刻，趕來的車妍直接打響紙照出烈焰，一舉將魔物燒成灰燼。恢復安全的男子急忙上前抱住女子，二人連聲向車妍表達感謝。車妍表示不必客氣，順便向二人打听是否見過一名金髮女子。得知這裡除了他們並沒有其他人，車妍隨即為二人展開防護結界，指引他們沿着安全的方向撤離，自己則繼續向森林深處趕去，尋找塞蕾絲的下落。車妍在黑森林裡全力奔跑，心裡焦急萬分，擔心塞蕾絲遇到魔物發生意外。就在這時，遠處突然傳來魔物淒慘的尖叫，順着聲音看去，塞蕾絲不僅沒有陷入險境，反而在黑森林深處肆意大開殺戒，身姿利落地斬殺着一頭頭魔物。要想徹底消除黑森林，方法其實只有2種，第一種就是將森林裡的魔物徹底斬盡殺絕，而另一種徹底消除黑森林的方法，就是直接擊殺黑森林的首領。面對接連撲上來的普通狼形魔物，塞蕾絲揮劍輕鬆將其斬殺，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比起清理雜魚，他更急於找到隱藏在暗處的首領。
就在他環顧四周時，很快察覺到了森林深處的魔力動靜，成功鎖定了首領的位置。賽蕾斯順着魔力找到了黑森林首領，眼前是一頭體型龐大的野獸魔物，見對方正被对自己啃食獵物，賽蕾斯直接開口嘲諷，挑釁他別再吃了，有本事衝自己過來。被挑釁的首領頓時被徹底激怒，咆哮着轉身朝他發難。賽蕾斯握緊利劍，準備正面迎擊。與此同時，黑森林出現在首都繁華街區的消息也迅速傳到了皇宮，下屬趕來向凱內爾匯報，禁衛軍已經趕往現場處置。聽說森林只占了半條街，凱內爾原本以為禁衛軍足以應對，便隨口詢問起具體的點。可得知出事地點竟是德拉斯街1號時，凱內爾的臉色瞬間變了。下屬還在解釋防衛安排，凱內爾已經叫住準備退下的下屬，決定親自趕往黑森林現場。伴隨着一聲巨響，龐大的首領魔物應聲倒地。原本以為能好好露一手的赛蕾斯，看着毫無挑戰的敵人，有些失望。隨着首領徹底死亡，黑森林的陰霾瞬間消散，原本被侵蚀的土地重獲生機。赛蕾斯抬手遮擋住刺眼的陽光，忍不住吐槽這點強度連熱身都算不上。黑森林消散之後，街道逐漸恢復平靜，禁衛軍迅速趕到現場清理，忙着救治傷員並處置魔物屍體。皇太子趕到現場後，下屬立刻向他匯報，早在軍隊趕來之前，首領魔物就已經被一擊致命，現場只留下一把插在屍體上的劍。至於擊殺魔物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能如此迅速地斬殺首領，徹底解除黑森林的危機，此人的實力顯然非同一般。皇太子沉思着詢問是否還有其他線索。就在這時，遠處一個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凱內爾竟也出現在了這片街區。皇太子上前向凱內爾打招呼，詢問對方為何會出現在這裡。凱內爾表示自己也是收到黑森林報告，這才特地趕來現場查看。皇太子走到倒地不起的首領魔物前，看着插在屍體上的利劍，向凱內爾確認是否有人目擊擊殺過程，得到了周邊完全沒有目擊者的答覆。盯着魔物身上留下的獨特劍痕，皇太子的眼中泛起了波瀾，這乾淨利落的斬擊與劍技，分明就出自賽蕾斯之手。而另一邊，雖然黑森林已經徹底消散，店鋪裡的店員卻依然坐立不安，納悶自家小姐為何遲遲沒有歸來。店鋪外的2名店員正為賽蕾斯自責，後悔沒能阻止他獨自前往危險區域。就在2人焦慮萬分的時候，賽蕾斯完好無損地走回店門前，見他安全歸來，店員們連忙跑上前關切詢問。面對店員們的驚慌失措，賽蕾斯倒是一臉平靜從容，表示自己四肢健全，毫髮無傷。店員趕忙打聽起救援的魔法師，賽蕾斯這才得知塔主也進了森林，可自己一路上根本沒有遇到對方。話音未落，遠處突然傳來了動靜，車妍一把抓住賽蕾斯的肩膀，急切地質問他是不是瘋了，明知黑森林危險還敢獨自跑進去。注意到赛蕾斯手上的髒污，以為他受了傷，赛蕾斯卻平靜地解釋自己只是跑進去追逃單的客人，聽聞是為了這點小錢獨闖險境。車妍一時有些語塞，賽蕾斯表示自己毫髮無傷，並笑着向這位跑來救援的塔主致謝，承諾下次請他喝一碗熱湯。面對賽蕾斯突如其來的笑容，車妍頓時愣在了原地。面對赛蕾斯的邀請，車妍有些別扭地移開視線，表示這點小事根本算不上麻煩。看着眼前毫髮無傷的賽蕾斯，車妍心裡十分疑惑，別人遇到黑森林都在拼命逃生，他獨闖險境後卻還能如此從容，這位店鋪老闆到底是什麼來頭？賽蕾斯沒有多想，轉頭問起治療師的下落。在他看來，首都一旦出現傷亡，負責醫療的埃利西亞家族理應最先趕到現場才對。車妍卻無奈地表示，埃利西亞家族向來問題不斷，雖然拿了國家最多的資助，辦事卻總是拖拖拉拉。說話間，遠處終於傳來了動靜，姍姍來遲的救援人員看着現場似乎沒有重傷員，還在猶豫要不要上前。趕來的治療師不僅沒有立刻救人，反而閒聊起下班後去哪喝酒。賽蕾斯看着這群敷衍的救援人員，忍不住懷疑他們的身份。一名被魔物咬傷的傷患忍痛求助，卻被治療師極不耐煩的訓斥，甚至威脅要把他排到最後，還當眾辱罵平民不知感恩。車妍正打算上前理論，一名戴眼鏡的女性治療師搶先一步，當場大聲痛斥那2名同伴，指責他們置危重傷員於不顧，反而在這裡恐嚇病人。那2名偷懶的治療師見有人頂上，順水推舟把救治工作全甩給了同伴。看着那位認真檢查傷患的治療師，賽蕾斯明白這裡並不全都是敗類，可看到真正做事的人被邊緣化，他忍不住感到痛心。自己當年一手栽培的家族，如今竟淪落到這副地步。身後突然傳來腳步聲，現任埃利西亞伯爵克里爾帶着笑意走上街頭，本想假模假樣的慰問幾句，卻一眼看到了站在賽蕾斯身旁的人。克里爾連忙收起架子，上前行禮，詢問對方怎麼會親自來到這種地方。向車妍行完禮後，克里爾將注意力轉向旁邊的賽蕾斯，主動上前打聽他的身份。看着走上前的克里爾，赛蕾斯立刻認出了對方，眼前的這個人正是把埃利西亞家族徹底毀掉的罪魁禍首。